这男主简直太不要脸了，就为了追一个表白过他的女孩，竟然拿着内衣当着女孩的面对质，女孩一看就傻眼了。就在不久前，童生请了4个女孩帮忙打扫书法社，但当他回来整理东西的时候，猛然在桌面上发现了一块手帕和一封信，一拆信才明白原来是情书，更觉得是那手帕竟然是条胖刺，他吓得嗷一声叫找来死党帮忙分析局势，死党直接来句活该你就是单身命，这还用想吗？因为情书是在书法社找到的嘛，而且童生是最后一个锁门的，所以写信人可能是书法社的几位女生之一。童生直接把可能是妹妹的选项排除了，但最后那一幕证明童生就是个小丑。确定了目标之后，童生就开始秘密调查，结果在转角意外遇到了沙雪。沙雪没说2句就开始戏弄童生，说你看你眼圈都黑了，要不要去休息下？童生一听到上课铃就拒绝了，本想跟你一起的说，这下童生亏大了。然后童生又去图书馆找古贺说谢谢，古贺却出其不意地问他，直问童生是不是喜欢书法社的哪个女孩。童生当场就懵了，但为了后宫的和平，还是说都有点喜欢。古贺听了有点不高兴，赶紧把书递给童生当做惩罚。古贺临走前跟童生说，女孩子如果不喜欢你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。童生没搞懂这话里的意思，又去找死党请教。死党刚准备开始分析，结果童生被南条的害羞样子吸引了，直接用脸接了一个球的绝技。等童生醒来的时候，看到南条正坐在旁边照顾他，童生一激动就抓住了他的手，这下南条手足无措，害羞的把手收回去了，然后就扯开话题问童生有没有在意的女生。说完南条就离开了。放学铃声一响，童生心里刚盘算着南条可能就是内衣的主人，正巧目睹了沙雪跟狗狗的温馨场面。原来沙雪在这儿陪伴着麋鹿、狗狗等主人，两人尴尬聊了好一会儿，狗狗的主人终于出现了。见到主人对狗狗的溺爱，沙雪显得特别羡慕，然后沙雪主动求童生摸摸头，童生仿佛有所触动，毫不迟疑就伸出手。沙雪看起来很开心，紧接着给了童生一个意外的回报。童生脑海一片空白，到底是哪个妹子留下的那封情书啊？童生回家后问妹妹昨天最后走的是谁，妹妹想了想说是沙雪。第二天童生拿着那信封当面来个正面交锋，这招显然不太管用，不如约他出来聊聊天啥的。沙雪突然从后面冒出来，直接接受了童生的约会邀请，两人很快就赴约来到咖啡店。沙雪开心地说终于能吃到传说中的软饭了，童生调侃说你明明就是硬吃软饭的料。聊着聊着就开始回忆起1年前的往事，那时沙雪招新屡遭冷眼，直到童生的出现，书法社才得以延续。沙雪好奇童生明明不懂书法为何要加入，童生说因为我很崇拜你，然后问沙雪是否也对他有那么点意思。沙雪没吭声就羞红着脸跑了。之后每次见面，沙雪都避开童生的目光。南条看不下去了，建议童生去试试壁咚，如果他对你有意思，内心肯定会瞬间被攻破。童生就这样放学后开启追踪模式，抓准机会来了个壁咚。沙雪被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沙雪戏谑说要尖叫了哦。童生回应就算你尖叫也没人来救你，我可是发现你秘密的那个人。沙雪挑衅的说是吗？然后约童生第二天再去书法社。童生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等到放学，急匆匆赶到约定地点。沙雪先是给了童生一个好人卡，童生心情复杂的接过来，闭上眼吧。结果眼前一幕差点让人魂飞魄散，心脏差点停了，怎么回事？沙雪前辈，你这是在你这项圈，求求你了，让我成为慧慧的宠物。看过萝莉背后的秘密了没？竟然给童生来个五花大绑，要童生喊女王大人，还得亲脚表示感激，不听话就用毛巾来惩罚。童生当场崩溃求饶。沙雪刚说想做宠物，童生二话不说就拒绝，可沙雪还不死心，条件开得让人脸红。童生没辙，只能勉为其难。老师提醒才知道门是开的，于是跟死党分享这茬，死党马上就下结论，每个妹子都有可能。接着问死党有没有想过宠物事宜，死党惊了，原来你还有这爱好。我虽爱萝莉，但这得判个10年吧，所以还是想想谁才是妹子吧。话说他们进了教室，发现南条总是羞涩的低头，童生想趁机打探，却意外享受了按摩。童生无奈去图书馆找古贺，那么可爱的妹子啊，童生不禁感慨年轻就是好。沙雪突然从后面来袭，童生差点魂飞魂散。沙雪说是故意的，童生一脸拒绝，正被古贺看到，他立刻来抢后宫位置。沙雪直接大招，说自己在约会路上还吃了冰淇淋。古贺听了火冒三丈，童生还以为是冰淇淋的事。古贺怒斥童生直男癌就走了，但马上又跑回来，怎能放任他们独处？沙雪的目的是找宠物书，信誓旦旦说自己马上就能改变。古贺一问起来，马上就觉得这不是找虐是啥。童生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发出邀请，古贺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童生提前好早就到了约会地点，看到古贺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忍不住看呆了。
童生接着带他去看电影，然后是吃遍各种好吃的，最后是逛街购物大作战。古贺乐得不行，这回算不算及格呢？哪知古贺被几个小混混堵住了去路，童生二话不说展现了英雄本色，保护古贺到了安全地方。童生这才松了口气，保证下次不会再有这种事。古贺先是摸了摸童生的头，然后趁机给了点奖励，我都惊了。第二天，童生和兄弟在食堂里吃饭，古贺突然发短信来了，叫他到图书馆的小黑屋会面。童生兴奋的不行，兄弟感叹这是要告白的节奏啊。童生很快就到了约定地点，古贺先是送了个好人卡，接着说要童生做他的奴隶。童生懵了，这是认真的吗？心里虽然犹豫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。古贺为了让童生决定，竟然来了个大尺度的动作。看到古贺手里的手帕，童生明显不乐意，但古贺不让他拒绝，直接带他体验飞升。你见过在云端的童生吗？他早上还和黑猫玩女仆游戏，下午就跟古贺来个捆绑游戏，我都想喊你们太开放了。前不久，古贺给童生塞了个不得了的东西，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里他是童话里的王子，被公主锁在大牢里。原来公主太害羞不敢告白，就用这法子让王子屈服，把童生吓得从梦中醒来，却发现噩梦才刚开始。他换鞋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，鞋柜里突然冒出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竟是个威力巨大的凶器。童生惊得赶紧把它藏回去。松毛骂他有病，然后扭头就走。童生疑惑的再次打开看，那纸条是古贺故意放的小礼物。放学，童生找古贺问个明白，古贺说怎么老是见不到你啊？想见你才想出这主意的，这玩意儿就当赔礼了。童生二话没说拒绝了，直接问出心里的疑惑，你没穿吗？古贺说当然穿了，怎么可能没穿？边说边拿画出来给童生解释。童生当场傻眼，这不是我今天梦里的情节吗？古贺说喜欢那竞技剧情的话，我不介意再来一次。古贺一步步逼近，童生吓得只想回家躲起来。一打开鞋柜就开始怀疑人生，里面居然是不约而同的照片。童生只能去书法社一趟，推门一看，沙雪竟穿着女仆装，告诉我回到我们的世界吧。才进店你就想走，太过分了主人。然后拉童生玩女仆咖啡店，童生说先解开束缚换身衣服，要是被藏起来童生还不知道。沙雪原本要放桌上，不小心掉进世界杯了，现在得童生自己来找。童生心里是拒绝的，但身体出奇的诚实，经过久久的挣扎，童生终于救出了沙雪。沙雪事后埋怨，怎么不来找人家？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？童生还没回过神来，沙雪继续说，成为我的主人吧，我什么都给你。童生大吃一惊，有这等好事，但他心里清楚，没有爱的事情是不行的。第二天，童生跟哥们讨论，沙雪古贺都不是施主的话，那南条的可能性就大了。南条每次看你都羞答答的，你一听这话陷入沉思，要是能有个妹子心思的计算公式就好了。这时候你手机响了，是沙雪发来的短信，他让你现在马上飞奔去书法部。谁知道路上古贺突然冒出来，他捂住你眼睛不让你看，然后用各种奇葩理由把你拖进了小黑屋里面，然后就趁机把你给捆上了。古贺估计是猜到你要去找沙雪，他一气之下把袜子脱掉，然后让你亲他的脚作为惩罚。要是你敢不从，他就威胁要拿走你最珍贵的东西。你准备好好享受的时候，沙雪突然冒出来打乱了一切，你心里哀嚎，这个时候出现也太不是时候了。沙雪根本不理你的牢骚，直接和古贺开战了起来。俩人开始互相吐槽对方的怪癖，本来就乱的情况现在更加火上浇油。这时候南条又冲进来，他拉着你就往外跑。古贺和沙雪想追，结果被地上的绳子绊了个跟头。南条一边跑一边抱怨，他说他不愿再看到你和其他妹子亲近。你满脸问号，他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这童生是真的会玩啊！3个妹子疯狂追你，你却毫不犹豫的通通拒绝了，理由竟然是你喜欢的是好基友。你刚打开了个熟悉的配方，结果发现味道全变了。这回是南条的表演时间，你正要问些不可描述的问题，结果古贺又突然杀出来，他直接打断了你们的谈话，然后对之前捆绑的事情表示歉意。他让你去和南条和好如初，你一脸懵逼，我不是你的人了吗？然后你又被沙雪叫去书法部了。沙雪一见面就来了个歉意3连击，说自己错了，还问下次还敢不敢。他说在有人的地方会注意点，反正没人他就尽情勾引你，毕竟说到底南条才是你的铁哥们。就这样你终于回到了教室，想给南条好好解释解释，谁知道南条根本不当回事，童生也只能摇摇头走人了。南条急了眼，忙着拉住他，埋怨最近都没人陪他玩，说自己憋得慌。童生觉得这事儿轻松，抓着他的好基友跟南条直奔游戏厅。他们俩小白互啄了一番，童生差点累趴下，结果一脚不稳栽了个跟斗。危急时刻，好基友祭出神速手来救场，他受够了总是多一个轮子，想把好基友踹了，过上只有他俩的甜蜜生活。好基友心都碎了，我还当你哥们呢，你竟然惦记我老婆。童生正准备开口，
谁曾想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只能找个地儿躲躲雨。童生的眼神让南条手足无措，急忙翻出昨天的旧账，责怪童生跟那俩妹子卿卿我我的时候，居然还一脸淡定。童生一口回绝那是条件反射，还特地跑去买饮料表示歉意。谁知道回来的路上，看到南条正看着好基友的照片发呆，童生这才恍然，南条原来是看上了好基友。南条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，只好默默离开。第二天，童生脑子里全是南条到底为啥那个表情，就算沙雪和古贺找他玩，也分散不了他心猿意马。回到家，童生发现妹妹翻出了成人杂志，妹妹疑惑地问他不是热爱世界杯的吗？啥时候变成萝莉控了？童生急忙把锅甩给了好基友，这才摆脱了误会。妹妹让他躺腿上，叮嘱他要敢于面对，勇敢战胜困难。童生听后信心倍增，下课就找到了南条，又是一顿埋怨和指责。童生对以前的事儿道了个歉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啥都愿意干。看童生这么诚心，南条也只好俯首称臣。童生听了直接乐飞了，但梦想在美现实总是打脸，你就跟好基友谈谈吧，你脑子里都些啥呀？边说边翻出笔记本，童生一脸懵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南条说她是个腐女，就爱看两男的互动那种。童生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南条之前都是为了爱好。童生想，原来如此。这下好了，3个姑娘都不是真命天女。童生提不起劲走到鞋柜，一打开居然是熟悉的信封，里面竟然是把钥匙的照片。这童生就是个厚脸皮，3个姑娘还不够，又去求婚，还让紫毛靠他胸口。不久前，童生又得了福利，只见古贺穿兔女郎装跳来跳去，他嫉妒沙雪天天能见童生，所以想加入书法社，但沙雪提了个条件，就是得装兔女郎一整天。绅士童生觉得挺好，毕竟福利不是天天有的。沙雪说南条也加入了书法社，童生奇怪南条不装兔女郎，沙雪说他得到了回报，意思是他是南条粉丝，所以南条让他先看星座。沙雪越说越兴奋，古贺也被吸引过来了。童生见状急忙拦住，但沙雪不等他说就给了古贺。这是学长，这可不妙啊，太血了，你不用害羞，妹子都会喜欢的。第二天，童生收到恐吓信，让他去天文社一趟，不然就等着翻车吧。童生懵了，怎么总被威胁啊？突然一只小春出现，他为照片事先道个歉，童生却忽然告白说要结婚。小春不懂为啥要嫁给童生，童生吓得赶紧战术后退，手一碰不小心就触到了投影仪，墙上全是好基友的照片。童生当场脑袋一懵，小春跟他说你是个好人，但我真心想要的是好基友，我们俩是没戏的。童生就为了好基友的幸福，直接约小春去咖啡厅聊。小春一直默默喜欢好基友，他威胁用照片是为了撮合他们。童生说我可以帮忙，但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拍的。小春说他用的是天文社的望远镜，拍书法部简直轻而易举。小春还讲了他和好基友的邂逅，童生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小春为了感谢解帽之恩，决定以身相许，正好好基友喜欢萝莉型的，好基友的幸福似乎近在咫尺。小春告诉童生他是高3的学生，童生一脸怀疑瞄小春裙子，原来你是高3生啊。了解完情况，童生想拒绝，小春直接压，童生没辙只能答应。回去路上，童生想着怎么办，正好妹妹出现给了他灵感，回家就让妹妹换上夏季校服，果不其然和自己想的一样。第二天，童生把妹妹裙子借小春，好基友一看就迷上了。好基友学长，我生来就是为了等萝莉喊我学长，真是失礼了，我也是。没错，小春外表就是萝莉，把高3的蓝蝴蝶结藏起来，只要喊好基友学长就行，能轻松隐藏小春年级。这计划就叫做小春当1年级生。好基友问童生这妹子哪遇的，童生背下来的剧本就派上用场，这样他们成功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还拍了张合照留念。童生陷入了思考，寄件人线索又没了，只能去找小春分析。小春的答案是全校妹子都可能。童生嘴角抽了下，难不成要试穿？幸好小春已经缩小了嫌疑范围，精准定位了那些参观社团的妹子们。这话一说，童生立刻豁然开朗，因为他们离开后，老师去查了书法部的卫生情况。童生去办公室的路上，正好碰上了副会长紫毛，谁知紫毛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滑了下来。关键时刻，童生二话不说冲上前，成功避免了一场意外。童生原本打算让紫毛站起来看看有没有伤，可紫毛像是迷恋上了童生的怀抱，就是不愿意起来。童生这操作又搞事情了，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志愿者活动，他却能演绎出贵族气质，跟妹子之间进行了一番难以言表的互动。不久前，童生找老师了解了一下，结果发现紫毛有去书法部，这让童生陷入了深思。紫毛突然走过来了，他先是感谢童生救命的恩情，然后递过来一些小吃，最后跟童生来了个亲密的抱抱。童生当时就懵了，现在妹子们都这么开放的吗？紫毛不仅如此，还一把抱住了童生，深呼吸表示自己需要充电，这样下午上课才能精神满满。紫毛一走，童生立马找到小春开始分析情况，
发现子毛跟童生接触的挺勤的，没办法，童生只得去试探一下子毛。结果刚到书法部就看到古贺在那儿等着，童生就成了他的猎物。这下好了，童生直接中了套了。古贺趁机表示你得对我负责。童生一愣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古贺说昨晚梦见童生了，梦里他对他做了些不可描述的事。童生二话没说就拒绝了。古贺不甘心，就开始软硬兼施，先是给童生来了个按摩，童生还想挣扎一下，却不小心摸到了平原。古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赶紧走了。这时候子毛又出现了，他以检查卫生为由，邀请童生参加志愿活动。童生心想这机会可千万别错过，一口答应了子毛的邀请。沙雪在门外偷看得一清二楚，总感觉3个人一块出事的概率大。子毛知道童生跟沙雪没在一块，就直接挽住了童生的手。沙雪不在乎，因为他知道童生心系足球，可童生自己已经深陷其中。沙雪直接把童生约到了没人的角落，强势把童生按倒。童生差点就要崩溃，忽然想起被大狗撞倒的往事，爷爷那时候教了他一招，只要摸摸他的屁股，狗狗就会安分。沙雪这下算是被收拾了。童生忙不迭地表示感谢，沙雪却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，他说感觉自己舒服极了，说出的话让人脸红心跳。他害羞地回了家。童生仿佛看到了爷爷认可的眼神，垃圾很快就清理干净了。童生偏偏捡到了成人刊物，眼睛瞬间被里面的女孩迷住。子毛表示理解，因为童生不懂剑道。童生忍不住埋怨为何总是摔跤，但子毛那出水芙蓉的样子迷住了童生。童生赶紧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见，然后赶紧把衣服借给他。第二天，童生打完球遇到子毛，正去更衣室的路上，童生往前一步，子毛就退后一步，终于子毛直接跑了。这样就把童生引到了幽静的小屋。子毛端上点心让童生尝尝，随后就坐到了童生旁边。童生觉得这么静坐不太妥，子毛却说今天肯定没人，我说要带男孩过来，大家都笑着支持，这样容易让人误会啊。他们边聊边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童生感觉后背凉飕飕的，抬头一看，子毛在那做着不该做的事。童生吓得差点瘫了。原来子毛有特别的癖好，他就喜欢男生的体味，近来特别迷恋童生的气息，所以才总找机会跟童生见面。童生睡着全因为子毛用了小道具。子毛挑选了各种道具布置房间，趁机悠然自得，结果自己竟然先沉沉入梦。童生听了都傻眼，又得重新找寄件人的线索。你见过这么放得开的妹子吗？他竟然邀童生来玩惩罚游戏，输了就得任人摆布。童生看着关系越好的两人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就想着得让他们早日幸福快乐起来，于是提出4人约会的点子。小春一听直呼厉害，童生这才用排除法，最后锁定了世界杯沙雪。可小春关键时刻手足无措，童生叫他别紧张，谁知沙雪竟认识小春，差点没把底儿给漏了。还好童生反应快，避免了一场误会。童生后来向沙雪全盘托出，用钓鱼烧封了他的嘴。很快保龄球的时间到了，沙雪说光玩多没劲，必须得加个惩罚游戏，最后1名脸上的涂鸦，第3名得听第1名的。童生一惊，这游戏不好吧？没事，只要赢了就成。这人自找苦吃，定下 flag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还讽刺小春连球都抓不稳，结果小春直接满分，沙雪当场就崩了，你作弊了吧？小春说每天都练习的。小春轻松第1，好兄弟拿了第3，沙雪自夸翻车。小春对好兄弟发号施令，我现在就升天也行，你快点吧。小春看好基友视频看呆了，觉得和他近了一步，向童生道谢，决定向好基友表白。小春邀好基友走，小春突然停步，问好基友记不记得1年前捡帽子的事。那时小春就心动了，说着竟然拉下了拉链，露着只有3年级小朋友才会有的蓝色蝴蝶结。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心动了，好基友直接就拒绝了，理由竟然是喜欢萝莉类型，所以说和他交往不来电，只想说你太牛了大兄弟。童生跑去跟好基友说，小春对你可是情深意重，害羞的1年都不敢找你聊天。好基友，你上学路上他每天都在等，就为了能给你拍下1张又1张，就算被骂是跟踪狂，他也毫不在意，一心只想等你，你就用这种奇葩理由拒绝人家。好基友说他记得那个妹子，还不止1次的回去找过，可就是没见到过她。他拒绝小春的那一刻，心里头第一次有点难过。小春已经一溜烟跑回天文社，他正准备删掉好基友的所有照片。童生及时赶到，赶紧安抚小春别因为好基友难过，为了他不值得这么伤心。小春觉得童生说的挺有道理，就跟着一起吐槽好基友。门外的好基友听得心里五味杂陈，但小春坚信这是机会不能放弃，当面就给他来了一轮猛烈输出。小春解释说他刚才只是开玩笑，想和好基友从朋友开始重新来过。好基友觉得屋里太暗，起身去打开了灯，结果看傻了眼，马上就后悔之前的决定。对，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，觉得自己还是更配跟小一点的人，我想可能是这样吧。
你见过这么命苦的童生吗？刚才还跟沙雪玩着宠物游戏呢，被妹妹打断，下秒和古贺玩着换装游戏又被妹妹打断，童生当场就崩了，这也太坑了吧。前阵子童生还在琢磨是哪个妹子寄的东西，转了一圈还是没线索，干脆不去想了，先把毛巾藏床底下，准备去解放一下自己。结果门一开，妹妹在换衣服，童生懵了，我这手艺也太绝了吧，妹妹那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哥哥面前人家也会脸红的。两人就这么陷入超尴尬境地，童生赶紧跟妹妹道歉，解释自己只是在想事情并不是故意的。妹妹没多想就原谅了童生，还问他烦心事。童生心想这事儿可不太适合小孩子，只好把话咽回肚子里。妹妹却来了句家里事儿大家商量着来，没办法，童生就把沙雪当宠物的想法说了，古贺想让他做奴隶的事也说了，还有紫毛要闻他体味的事，童生巧妙的绕弯说了出来，反问妹妹怎么处理。妹妹二话不说说报警，聊着聊着就跳过了那话题。沙雪突然来访，一进门就掏出了一堆小玩意儿，组合起来居然成了一个大的。沙雪求着童生来玩角色扮演，童生直接就拒了。沙雪不依不饶，拿出绝招，说要把书送给妹妹。童生一惊，我不是你主人吗？没辙，童生只好勉强接受。沙雪操作，看着这么萌的沙雪，童生忍不住摸了摸她头。沙雪更大胆了，居然让童生摸摸肚子。经历了一番苦战，童生终于自由了。沙雪心疼地抱住童生当奖励，正沉浸在其中，妹妹突然闯入，她说你们继续。童生决定开家庭会议，想给妹妹解释一番，结果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沙雪一走，古贺就来了，坐下没多久就拿宝贝给童生，不同意就要给妹妹送书。童生面临选择，立马决定直接换上性感兔女郎装，场面美哭了都。古贺提议趁机拍照，童生没拒绝的借口，只好接受命运安排。看着乖巧的童生，古贺决定给奖励，就是请吃那毛巾。不小心一跤摔在地上，妹妹正好推门进来，目击了这一幕超尴尬的状况。这原本是我想说的台词，古贺一走，童生就开始自我封闭。这时候南条打来了电话，说自己正被创作难题困扰，求童生发出娇羞的声音助他突破。童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还被问到愿不愿意跟他交往。童生听了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，结果对方只是开了个玩笑。妹妹突然过来让他帮忙吹发，还坐在他腿上撒娇，说他只能属于他一个。说完就得意洋洋地走了。童生洗漱完回到房间，发现床底下的毛巾不翼而飞，这让童生一时手足无措。第二天去找好基友商量对策，好基友说现在嫌疑就落在两个人身上，持有毛巾的就是发件人，下一步就是找出毛巾的下落。当然是拒绝了掀裙子的提议，我来调查如何，我可是偷拍高手，不能偷窥别人裙底啊。没辙，只好童生亲自上阵。他先锁定了沙雪作为目标，请他周日一起去游乐场。沙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深土童生又展现出高超技巧，他竟然想要世界杯的毛巾。沙雪表面拒绝，但身体却很诚实。毛巾的颜色让人意外。童生和沙雪终于到了游乐园，本想约会轻松愉快，谁知童生脑子里全是毛巾案。童生建议玩过山车，沙雪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不，她毕竟穿着淑女裙呢。童生已经摸清了情况，但还是要带沙雪去做，因为今天的童生是他主人。这逻辑让沙雪说不出拒绝，沙雪只好勉为其难陪着。童生打算借助高速风力查真相，但事情并不如他所愿。然后他们又玩了很多游戏，童生却是毫无所获。天色渐暗了，童生问沙雪想玩啥，沙雪脱口而出摩天轮。俩人一离地，童生才恍然大悟，这不是密室的完美设置吗？沙雪也是眼前一亮，直接掏出了提前准备的小道具。童生趁机提了个要求，沙雪硬是打断了他。童生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没料到沙雪会这么主动。出来后带着沙雪去了书法展，沙雪的书法作品被挑了出来，童生一顿猛夸，然后还在他头上轻拍了拍。回去的路上看到沙雪总捂着裙子，就跟他提了个不可描述的要求，沙雪居然也就答应了。这福利我怎么扛？看童生那表情，绝对是震惊到了，已经出了他的想象范围。你竟然没？第二天学校里遇到了沙雪，沙雪毫不迟疑就开始解释昨天的事，说要把那秘籍临时封起来。童生感觉有大麻烦。古贺在书法部发现沙雪有异样，问童生出了啥事，绅士童生直接就是不吱声。古贺干脆去问沙雪，沙雪觉得太丢人了，就是不说。古贺只好来童生这边使劲儿。沙雪看着就写了个忍字在桌上，一点一点的忍耐到了极限。沙雪终于忍不住爆了，把童生当成了透明人。这一冷战好几天，童生只好找天文社求助。俗语说的对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。童生想和沙雪谈谈，谈着谈着，沙雪突然吃起了醋，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。童生懵了，我可是看球的忠实粉丝啊！但很快他明白过来，原来沙雪最近的古怪是误会了童生还在跟他玩那套游戏。童生就问沙雪，是不是你把我房间的毛巾给拿了？会不会是他？如果是沙雪的话，他肯定不轻易承认。是这样啊，被你发现了也只能认了。
真是你做的吗？没错，正是我私藏了毛巾。一边说一边掏出证据给童生看。童生大惊，这不是我那条裤子吗？沙雪其实只是想要童生的温暖而已。你这样骂我，我还挺享受的呢。我真是受够这货了。这么一来，童生就确定了沙雪不是小偷。出门碰巧看到古贺躲雨，童生绅士的送古贺回家。古贺感激不尽，邀请童生上去坐坐。童生这下倒是捡到好机会。古贺去烧水的功夫，童生就开始行动了，一点都不害羞，心跳也不加速，显然是个老手了。然后古贺突然冲上来，默默的就给童生拍了照。童生觉得自己太委屈了，就因为一张小 V 图片变身家仆，还得玩古贺的惩罚游戏。童生当场反抗，大喊着兽人永不为奴，反手就把古贺按倒。童生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啊，开始了古贺的专属服务。沙雪看得一头雾水，现在这是什么鬼？童生只得解释发生了一点事，结果就成了古贺的佣人。沙雪马上就猜出了真相，肯定是古贺威胁了童生。最关键是他信童生爱的是足球，古贺不甘心让童生发誓机场比世界杯还要好。童生吓一跳，这话题也太直接了。但在两位妹子逼迫下，童生还是选择了世界杯，即便是佣人也改变不了他的选择。古贺怒了，拳头捶胸口。童生突然震惊起来，说无论什么身份都是高贵的。古贺明白这是童生在安慰他，可一想到沙雪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他就忍不住用力示范了一番童生的成果。童生伸手要钱，沙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伤心的走了。童生一回家就自我封闭了，刚开局就觉得自己比死还难受，这要是以后的日子，那还不如直接下地狱。我得找准时机翻盘才是硬道理。第二天，童生直奔古贺家，结果今天意外的扮成了管家，还得时刻守在古贺身边保护他。这一出戏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路人的眼球。很快俩人就回到了古贺家里，古贺正打算去洗个澡，童生这时候提了个要求：大小姐，您看我帮您拿衣服怎么样？古贺心里挺高兴，不过还是拒绝了。童生想趁机行动，结果突然冒出来的古贺把他的计划打断，要是不听话就准备接受长达3年的惩罚吧。童生无奈只好老实听话坐着。这时候浴室里传出了古贺的尖叫，童生赶紧冲进去看个究竟。古贺娇声说是蜘蛛惹的祸，但童生就是迟迟不动弹。古贺这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，马上把童生轰出去了。古贺整理好自己之后，他二话没说决定要惩罚童生。在古贺看来，惩罚就是童生的福音，然后让童生坐在他旁边，下一个惩罚就是当他的靠枕。古贺感慨这种暖心的感觉真怀念。原来古贺长得漂亮，从小就有点孤单，经常被别人孤立开小差，所以放学就去奶奶家玩耍。自从奶奶去世后，古贺就开始跟人保持距离，就是为了少受点伤害。直到童生出现，他才有所改变。起初古贺以为童生也是来凑热闹的，后来才知道童生是个温柔的好男人。对古贺来说，童生真的很特别。古贺边说还觉得有点热，正想去拿冰水，自己却摔了个跟头，刚好摔在童生旁边。童生怎么可能不抓住这个机会呢？不成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古贺只看到童生在枕头底下找到了自己的毛巾，直接问古贺这东西怎么在你这？古贺没辙，只好老实交代，说是上次去童生家顺手塞包里的，顺便问了一句：你没闻过这味道吧？只有一下下。帽子叔叔这孩子10年起步，我这就从绝境翻盘。暑假时间到了，童生打算好好潇洒一回，转角撞见南条，和我交往吧。童生傻，我交到女朋友了。童生一听就飞起来了，没想到自己就是个工具人，平淡的脸衬托别人帅气。南条慎重对童生告白，还是那套老剧情，童生偏偏愿意上钩。南条收集到满足的表情，满足离开。下午童生遇紫毛，紫毛一抱童生就充电，递游泳优惠券表示感谢。童生想叫基友一起，结果看到不该看的。帽子电话多少来着？别抓童生，我还以为你俩有事了。小春说基友是服我的。童生发游泳邀请，他们临时有事，童生只好问书法妹子。童生发现惊天秘密，照片上有熟悉身影，我知道失主是谁了。你想当平凡童生吗？他绅士风度约了4妹子游泳，旁边人惊了，你锻炼了吗？说着到目的地了，沙雪换完泳装了，清纯泳衣显性感，各种风格泳衣各有特色。古贺沙雪争童生使用权，来了场激烈决斗。沙雪原来游戏菜，古贺秒杀沙雪。古贺带童生滑水梯，古贺想起小时候创伤，童生裂开你怕还玩，童生去沙雪那玩，大浪突来，一下子淹没了。童生出水发现沙雪全裹了，童生赶紧挡在沙雪前面。场景一换，童生和南条又是一场2人世界，把南条聊得心痒痒的，还趁机牵着他手上的豆腐。这份绅士风度让南条都傻眼了。就这么童生哄好了3个女孩，终于找到了去温水的妹妹。妹妹生气地说：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？童生温言道：抱一下就不气了吧。妹妹说：不行，但如果陪我玩可以考虑原谅你。谁知道一不小心脚抽了筋，童生马上下水把妹妹救起来。
正打算带妹妹去休息，妹妹忽然想起了过去的情景，童生以前也是这么背着我。妹妹突然提出了灵魂拷问，她刚在更衣室看到南条的作品，所谓的击剑内容让人脸红心跳，快点走，不要打开新世界的门，就算我喜欢击剑也不会建议你去，那些都是编的。这时小春看到远处的童生，赶紧跑过去求助。原来小春工作的地方有个活动，参赛者要当众表现自己。沙雪一听就让女孩们去参加，赢了就能得到对童生的绝对命令。这个奖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，大家都争先恐后要报名。沙雪第一个上场，那大波霸拿下了92分，接着古贺上。他和沙雪不一样，直接宣示主权。童生，你要是再对别的女孩子动心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就这么，他得了95分。第三个轮到南条，他那震撼的开场白得了98分。最后轮到妹妹，妹妹那害羞的模样配上萝莉音，分数直接飙到了120分。我真的最喜欢哥哥了。美好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。妹妹找童生到休息室，童生却来了个出其不意。妹妹得先给你说声对不起，你就是写情书的那个人对吧？被你发现了。原来童生通过好基友和小春的分析，确定失主会把东西带在身上，童生就开始琢磨计谋，事先跟妹子们说好去泳池玩，唯独妹妹是最后一刻才通知的。那送泳衣也是算计里的一步，泳完后妹妹没得换洗衣物，所以童生猜妹妹肯定会换上毛巾。妹妹好奇童生怎么发现的，童生就掏出照片来解释，你明明5点就走了，为啥20分钟后照片里还有你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藏情书跟躲杂物柜的人是你，怪不得一直找不到人，都是因为一开始就没往你那儿想。妹妹听了直接夸他，然后爆了个天大的秘密，你记得我生日吗哥哥？10月11日对吧？我是3月3的，你没觉得奇怪吗？我们生日只差5个月哦，我们根本不是亲兄妹。童生竟然放弃所有后宫，高中毕业就跟沙雪学姐在一起，好久不见，可以来吗？行，来吧沙雪。画面太血腥，我自己看了。没想到这只是童生的梦，眼一睁妹妹就在身边，居然大白天做这种事，忍不住想说真是亲妹妹。童生傻眼了，这得是连环梦吧？但很快他就接受了，起床制定家规去，以后禁止身体接触。妹妹肯定不干，童生毕竟是他最爱的人。既然这样，童生也不再客气，你都这么做了，那我也有主意。等等啊，我要离家出走了。童生想起爸爸昨天说的真相，赶紧找基友商量对策，问问他们发展的咋样。老实说，最近你是说基友亲了我脸颊？你们俩是小学生啊？童生就求基友收留，可基友堂哥正在他家住着，所以就拒了童生。小春听完说我家随时欢迎。童生刚想答应，心里一紧，好基友冷声一句，你刚说要去小春家。童生脑子一转，感觉还是别去小春家了。一人走在路上，童生开始沉思，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才告诉我原来不是亲的。南条突然冒出来跟童生打招呼，童生肚子正叫，刚好解决了午饭。南条看出童生有心事，忍不住上前开解几句。童生喝剩的牛奶，南条完全不在意，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另一边，妹妹从噩梦里醒来，发现外头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妹妹急忙拿伞想去找童生，但转了一圈，感觉还是回家吧。快到做饭时间了，妹妹一边煮饭一边等童生回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听到开门声，她急忙跑过去，结果看到童生倒地上了。童生被雨淋得发高烧，晕过去了。等童生醒来，第一眼看到沙雪。沙雪见状赶紧过来安慰，童生还没享受几秒，沙雪就已经睡着了。粥熬好了，你们慢用。童生连忙澄清这是误会。童生喝着皮蛋瘦肉粥。这时古贺也回家了，一见面就问童生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有没有？童生直接坦白回答。古贺听完当场气结，竟敢趁我不在偷吃豆腐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会长记性的。沙雪被古贺一把拉开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古贺觉得已经算是给了惩罚，沙雪差点没忍住要反击。童生为了后宫安宁，只得把他们都留下来照顾自己，这才勉强止住了战火。但没一会，两妹子又起争执，都想独占照顾童生的机会。这时候妹妹出现了，看着哥哥左拥右抱的样子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在病人面前吵了。童生一不留神已经躺在床上，忽然回想起妹妹出来时的情景。第一次听到妹妹名字的时候，他就说以后你就跟我姓了。童生纳闷怎么将这些事给忘了，想来想去走到了洗手间，推门一看却看到了意外的美景。童生赶紧关门说了声抱歉，妹妹倒好像更关心童生的身体。他们就这样门隔两边聊了起来，互诉衷肠，直至天亮。